这一刻，所有人都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毕竟那遮天蔽日的符咒数不胜数，而每一道符咒都蕴含毁灭的气息，一道已是不知该如何应对。何况这么多符咒正以可怕的速度进入楚风体内。但好在楚风的身体就好像是蕴含着另外一个世界，不会被那些符咒填满。任凭那符咒快速进入楚风体内，可楚风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痛苦之色，气息也是非常稳定。这种情况下，除了信任楚风，人们也没有其他办法。终于，所有符咒全部进入到了楚风体内，但没有人敢询问楚风的状况。符咒进入了楚风体内，可那危险的气息并未消失，反而汇集到了一起，更加可怕，更加凶险。他们都知道，一切还未结束。实际上，先前排序只是释放符咒真正的力量，融入体内也只是开始。楚风真正要做的是将体内的符咒融合到一起，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完整的阵法。这个阵法外部无法凝聚，需要一个载体，而这个载体必须是一个人。楚风就是这个载体，将这阵法顺利于自己体内凝聚，楚风便能窥探这太古坟冢的秘密。终于，那危险气息彻底消失。而也就在这一刻，宇文炎日神色变化，他的胸口发出耀眼光芒。炎日，你怎么了？见此情形，神体天府众多强者立刻将宇文炎日围成一团，生怕宇文炎日出现意外。但是好在，除了胸部射出光芒外，宇文炎日的情况没有任何变化，且很快那光芒便开始消散，就如同先前耀眼的光芒是故意引起人们的注意。宇文炎日将衣衫解开，发现是他胸口的符咒印记发生了变化。这符号印记是宇文炎日在先前的坟墓世界得到传承之时落入他胸口的，随后得到传承的坟墓世界也散发光芒，如同获得了某种强大的力量。当时这符号印记乃是漆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特别，甚至宇文炎日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眼下这符号印记虽然光芒减退，但依旧散发淡淡的光芒，比之先前神圣了不少。我感受到它了。楚风，我感受到它了。宇文炎日赶忙看向楚风，他明白这符咒印记不是突然有了变化，这必然与楚风融合那座阵法有关。宇文兄，果然你是其一。楚风也看向宇文炎日，面带淡淡笑意，那个表情让宇文炎日知晓，楚风必然知晓其中奥秘。我是其一，是指什么？宇文炎日问。楚风飞落而下，来到宇文炎日近前。根据那位提示，我们想要离开的关键在于七星连珠，而七星连珠便是7座坟墓世界。你先前获得传承的那座坟墓世界便是7星之一，在你获得印记的同时，他也获得了星辰之力，而你身上的符咒印记相当于是钥匙，可以催动那座坟墓世界的星辰之力。楚风说道。确实是有这种感觉，不过现在还不行。虽然那星辰之力确实存在，我也能感应到它，可它好像是被封印了。因为那封印的存在，我暂时无法掌控那世界上的力量。宇文炎日道。那个世界的力量虽然解封了，可还需要另外6颗星辰全部解封才行。楚风说道。7颗星辰全部解封，便可催动星辰之力，解开太古坟冢的封锁，离开此地。宇文炎日问。楚风道。那另外6颗星辰在哪里？皇甫战天等人也来到近前。如今太古坟冢关乎所有人的生命，大家都很关心。我现在能感受到前3颗星辰的位置，第1颗就是宇文兄得到传承的坟墓世界，第2颗位置较远，乃是太古坟冢深处，而那里的传承已被人得到。至于第3颗，倒是距离我们不远，那里的传承有人正在破解中。楚风说道。楚风，那我们当如何做？皇甫天族族长问。第2颗星辰太远，况且传承已被人获取，恐怕传承获取者已经离开了，我们去了也没意义，直接去第3颗星辰那里吧。楚风决定之后，众人也是赞同，于是立刻动身。浩浩荡荡的3方人马再度启程。楚风、皇甫天族族长、皇甫战天、皇甫圣宇、神体天府府主、宇文炎日、灵神一族的神会等人都聚集在一艘战船的宫殿内。诸位，怎么愁眉不展的？楚风问道。楚风小友，按你所说，7颗星辰缺一不可，而第2颗星辰已被破解，唯有破解之人才有那星辰的掌控权。
所以我们若想离开，此人不可缺少，必须找到他才行。但这太古坟冢如此大，找到此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啊！皇甫天族族长道出了自己的担忧。这一点倒是不用担心，如今那座奥秘阵法就在我体内。虽然目前我只能感受到3颗星辰的位置，但我能感觉到，随着时间推移，我与7颗星辰的联系会更多，甚至我能直接锁定星辰破解者的位置。而且，星辰破解者若是死了，传承将重新回到星辰之中，是可以重新获取传承的。楚风说道：“哦，还能这样啊？若是如此，那确实不必太过担心了。”闻言，皇甫天族族长以及神体天府府主紧绷的情绪缓和了许多。他们听出了楚风的意思，既然随着时间推移，他能锁定所有星辰的传承者的位置，只要找到这个人，那一切就都好办了。且最重要的是，传承是可以重新获取的。说白了，也不怕这个人不听他们的。这个人若是不听话，那就将他杀掉，然后让自己人再去获取传承即可。不过我们确实也还有需要担心的事。还有需要担心的事。闻言，众人再度变得不安起来。楚风都说要担心了，那怕是真的不简单了。这7颗星辰，每个人只能获得其中1颗传承，宇文兄已获得1个，这另外几颗星辰的传承，宇文兄便无法获取了。我倒是可以接受1颗星辰的传承，但也只能1颗，所以圣宇兄可能也需要你来接受传承。楚风对皇甫圣宇说道：“唉，我能力有限，确实没有把握，但若真的需要我的话，我定全力以赴。只是可能还需要楚风你的帮助。”皇甫圣宇说道。闻言，皇甫天族族长心中有些不是滋味。皇甫圣宇因血脉卓越，从小到大的是自命不凡，信心满满，甚至看不起所有人。可如今竟从他口中说出他能力有限的话，看来先前领悟修武之道的失败对他来说有着不小的打击。就在此刻，皇甫战天的手落在了皇甫天族族长肩膀上，皇甫战天的暗中传音也随之传来。认识到自身不足也许不是坏事，原来是皇甫战天猜到了皇甫天族族长的担忧。皇甫天族族长也是点了点头。楚风，你说的需要担忧的事，便是那其余星辰的传承能否顺利获取吗？那这7颗星辰的传承有年龄限制吗？皇甫战天问道。倒是没有年龄限制，但想要获取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不过我所说的需要担心的事，并非是传承之事。楚风说道。啊，那是什么？众人问道。这太古坟冢其实隐藏着第9道天河的入口。楚风说道。入口？进入第9道天河，不是直接进入即可吗？莫非这里的入口与直接进入第9道天河有所不同？皇甫战天问。而神体天府府主和宇文炎日目光更加好奇，毕竟他们本就是打算进入第9道天河的，所以这件事他们自然更加感兴趣。前辈所言便是正解，这里的入口的确与其他方式进入第9道天河不同，可以说是差别很大。若是从这里进入，会被传送到一个极其适合修炼的地方，那里的资源极其丰厚，天地能量也远非其他地方可比，并且还蕴藏巨大的宝藏与机缘。到了那种地方修炼，也必然是事半功倍。因此，这个入口还有一个名字——通天之门。楚风此话一出，皇甫战天等人不由眼前一亮。我靠，那就相当于是投胎。正常投胎看命，但从这里投胎是可以选择的，直接选择一个天湖开局。皇甫战天道。前辈这个举例好像不是很贴切，但这么理解也不是不行。楚风笑了笑。毕竟投胎那是重新活一次，但他们只是进入一个陌生的地方，记忆修为都不会影响。哎呀，反正意思对就行了。若是有这种好事，那咱们直接进入第9道天河不就好了？反正现在的修武界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楚风，你也别和那7界圣府纠缠了，毕竟没有什么是比提升修为更重要的。若真如你所言，那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咱们一起进入第9道天河得了。神之时代也别管了，毕竟那种东西远古时期都没人能够拿到，就是个糊弄人的。皇甫战天表现得十分兴奋，甚至已经开始畅想进入第9道天河后的美好生活了。确实，若真是如此，那这反而是一个天大的机缘。早知如此，便将我府所有人都带进来了。
神体天府府主不由感叹，但他更多是遗憾，遗憾没有将神体天府所有人带进来。诸位，先停止脑中所想，因为这可不是好事。楚风说道。啊！众人不由一愣，这个通天之门需要开启，就算开启成功，也只有一个人可以踏入。楚风再度开口，宛如一盆冷水浇下，且将众人浇了一个透心凉。楚风小友，若是如此，劳烦你下次快点说好吗？我这刚刚点燃的热血，现在又被你浇灭了。我年纪大了，身体会受不了这种刺激的。皇甫战天瘪着个大嘴，显得十分失落。而皇甫天族族长则是问道：那要如何开启？开启的方法应该不止一种，但我目前只知道一种，那便是献祭这太古坟冢内的所有生命。楚风说道。献祭生命？众人脸色难看，可楚风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他们愁眉不展。其实我刚刚获取的奥秘阵法需要进行选择，分为阴阳两途。楚风说道。啊，难怪之前那些符咒阴阳交替不断闪烁。所以楚风小友，你选择了吗？众人恍然大悟，但同时也有些担忧的看向楚风，毕竟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自然也就能够听出这阴阳两途，阴途对他们多半是不利的。但楚风身为选择者，肯定无论怎么选都是能够获利的，所以他们多少也有些担心楚风的选择。我选择了阳途。楚风淡淡一笑，旋即掌心摊开，那符咒竟与掌心浮现一颗，气息相同，不会出错。而这符咒浮现的只有一种光芒，金色光芒，神圣无比。楚风小友，选择了阳途会怎么样？若选择阴途又会怎么样？神体天府府主问。阳途这条路，那就需要完成七星连珠，解开封闭，带着我们所有人安然离开。但完成七星连珠是有时间限制的，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才行。所以便有了阴途。这阴途要走的路，就是阻止我们完成七星连珠，从而献祭众人。只要时间到了，众人献祭，选择阴途之人便可开启通天之门。但其中必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只是我毕竟没有选择阴途，具体的也无从得知。而我隐约感觉到，有人在我之前掌握了奥秘阵法。楚风说道。你是说，有人与你一样，也获得了那恐怖的符咒阵法？皇甫战天问。但他此话刚出，神体天府府主便道：不可能吧，那样的阵法，除了楚风小友外，当真还有人能够破解？可能阵法形式有所不同，但难度肯定是相同的。我确实感觉到，还有另外一个人能够窥探到此地的秘密。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对手。楚风说道。这……众人脸色无比凝重。若真有人能够获得那等难度的阵法，那么此人强大无比。若是此人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那他们的情况确实非常凶险。楚风小友，你能感觉到那个阵法之人的选择吗？能够确定他选择了阴途？有没有可能他也选择了阳途，和我们一样都是要完成七星连珠的？神体天府府主问道。这个我倒是感觉不到，其实有这种可能，可我就怕万一此人选择了阴途，是对手呢？楚风说道。这还感觉什么？哪里还有万一？不是所有人都像楚风你这般重情重义，把我们的生命放在眼里的。那可是进入第9道天河，能够突飞猛进的机会，甚至平步青云的机会。这对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无尽的诱惑。说句难听的，我也就是皇甫天族族人，我若是孤身一人，且能够破解那奥秘阵法，我一定会选择阴途，没有半点犹豫。说的再难听点，就算是现在的身份，这么一个机会摆在面前，我都要纠结一番。我说实话，我真的不确定我会怎么选。皇甫战天说道。皇甫战天的话说得很露骨，很直接，但却没有人责怪他。纠结很正常，这是正常的人性。在绝对的利益面前，莫说友情爱情，亲情也是不堪一击。多少亲兄弟为了父母遗产反目成仇，大打出手，老死不相往来。多少人为了一些金钱，连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不管不顾。人性是自私的，有时候这种自私阴暗到超乎想象。